我一直以为我的婚姻还算不错，虽说公婆从不待见我和女儿，但至少许明对我和女儿还是挺不错的。然而就在今年春节，我在婆婆家看到了一对母子，他们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年春节，许明早早回了他妈家。许明是学校老师，一年有2个假期，比较自由。不仅是春节，还有平时的节假日，许明也必须回妈妈家。今年为了能早些回娘家，我提前了半天带女儿去了公婆那里。一进公婆家的客厅，我就直接愣住了。一个5、6岁的男孩跪在地上，向公婆磕头。我清楚地听到他在叫：“爷爷奶奶，新年快乐！把大红包给我拿来。”我不认识这个小男孩。坐在许明旁边的是一个年轻女子，他们靠得很近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暧昧。我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惊呆了。我皱了皱眉头，公婆的脸上虽然不自然，但还是热情地跟我打招呼。吃饭的时候，公婆第一次给女儿塞了一个厚厚的红包，而坐在许明旁边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。我想问清楚，但是大家都假装没听见我拐弯抹角的问题。就这一次，我的心里生了一根刺。对这个年轻的女人和小男孩有更多的怀疑。新年过后，公司收到了大量订单，我父母和我忙于工作，我决定请婆婆过来帮我带几天女儿。不过，我偷偷装了个摄像头。我不觉得我婆婆有多坏，但是我不能相信她。婆婆住下的第2天，2位客人来到了我家。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，那是春节时那个溜走的女人和给他们磕头的男孩。婆婆一看到小男孩，立刻抱住他亲了亲，甚至比孙女还亲。那个男孩子横行霸道地抢我女儿的玩具，我女儿不给，他就直接扇了他一巴掌，吼道：“这是我爸买的，不是给你玩的。他父亲，我家里怎么会有他爸爸？”那种可怕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。我立刻冲回家，但是那个女人和男孩已经走了，只有女儿坐在推车里，手里拿着玩具，用充满委屈的眼神看着我。而我婆婆在厨房里摘菜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她还在微笑。今天回来这么早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我的第一反应是严厉地质问她，那个女人和那个小男孩是怎么回事？但关键时刻，理智瞬间回归。就像做生意一样，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。我抱起女儿，靠在她身上深呼吸，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妈说今晚要我和女儿去她那吃饭。直到我上车，女儿突然紧紧地抱住我，哇的一声哭了。我把女儿抱在怀里，心里满是悲伤。我拍拍她的背，心里暗暗发誓：宝贝，你受了委屈，妈妈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很快，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刘玲玲约好了，我让她帮我核实这2个人的身份。刘玲玲毕业后开了婚介所，在城市里人脉很广。听了我的事情之后，她立刻严肃起来，伸出手：“照片？我没有照片，只有视频。3天，我给你结果。”3天后，刘玲玲在我面前放了一个牛皮纸袋。我试着打开它，但她马上按住了它。她眼睛盯着我：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我深呼吸，打开纸袋。虽然我心里有些预感，但是事实摆出来的时候，
我还是惊呆了。男孩的名字叫许进兴，那个有点洋气的女人是他的妈妈。这孩子出生证的父亲栏名字是许明，而且还有着一张他们3口之家的照片。照片中的许明笑得很灿烂，和家里老是用平板玩游戏的男人完全不一样。但他是我老公，许明。这个男人肆无忌惮地在外面找女人，生了孩子。要不是春节，我撞见了那精彩的一幕，婆婆大张旗鼓地把小三和小男孩带回家。我怕我还会被一些人蒙在鼓里。忍着眼泪，眨眨眼睛，我好久都没说话，手握紧拳头，指甲刺入肉里，差点掐出血来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刘玲玲为我制定了几10个复仇计划。她还说，如果不解恨，就找几个哥们教训教训这个渣男。的确，我希望他现在能死。可我也明白，离婚对我没多大好处。而且他家这些年的所有开销大部分都是我承担的。如果离婚了，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用肉包打狗，没有回报。我不在乎钱，但吃哑巴亏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让他们偿还我的女儿所遭受的不公正。我看着刘玲玲，我要你这样做。我告诉她我的复仇计划。我想拿回我所有的资产，让这个家里恶心的人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。我的第一步是瓦解家庭，先从许明的弟弟许留元开始。我让刘玲玲帮小叔子许留元介绍对象。刘玲玲在介绍人的时候真的很得心应手，第2天就带来了一个时尚漂亮的女孩，她的名字是小宁。而小叔子许留元已经是盛装打扮了。小宁举止得体，谈吐得体，性格温和。小叔子一眼就爱上了小宁。回到家，他兴奋地搓着手，婆婆也跟着高兴。我关掉手机，看向刘玲玲。这个女孩，我有点担心，希望不要伤害她。伤害她？刘玲玲眉眼忍不住笑了。我们一起光着身子长大，我能不知道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吗？我选的人你不放心，谁跟你一起光着身子长大的，滚出去！我笑着送走了刘玲玲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我不禁笑了，非常期待。由于小宁的家境很好，小叔子不能在她面前丢面子，于是开始找婆婆要钱，而婆婆就开始拐弯抹角地向我要钱。她认为和以前一样，随便问问，我就高兴地把钱拿出来。而这一次我全当没看见没听见，出去打电话了。我在外面走了一会儿，然后打开了摄像头，家里已经出现了很精彩的场景。婆婆指着许明大骂：“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懦夫！要不是你弟机灵，那女人早就发现了。你还能过这么好的生活吗？你在你弟身上花些钱，怎么了？这个女人有的是钱，你怎么能不拿出来呢？我觉得你是不想，你觉得我们在拖累你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”许明面对婆婆的恶意指责，她也有点焦虑。要不是你孙子，我会左右为难吗？你到底给不给？婆婆跳起来打许明，全家人鸡毛遍地，令人作呕。小宁是刘玲玲的最佳助手，当然，她所有的真金白银和服装品牌都是婚介所的道具。我看到小宁和许留元说话时，她的脸上充满了羞涩，但是电话一放，脸上就充满了不屑。而对于许留元而言，他认为他们的关系进展迅速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当然，许留元付出的成本也很大。
在小宁有意无意的建议下，他开了好几个网贷平台，在紧急联系人的地方，他输入了许明的手机号码。毕竟，只有亲戚才有更大的机会通过审核。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刘玲玲向我走来，脸上带着微笑。许刘元向小宁求婚了，这已经够快了。接下来，婆婆应该出面了。毕竟房子对于结婚这种大事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些年来，我帮婆家承担了很多费用。我婆婆曾经提过，她想在城里买房。她当时说得很好，说不要太大，到时候她白天来帮我们照顾孩子，晚上回去住，这不会影响我们夫妇的生活。我当时也把这件事提上了日程，但是我妈妈不同意。几百万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所以这件事就搁浅了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婆婆经常偷偷责怪我妈。现在既然许刘元已经求婚，婆婆肯定会提买房的事。果然，她没敢直接告诉我，而是让许明先通知我。没钱。我冷冷地说了2个字。许明转一转眼珠，盯着我。现在公司的订单那么多，就几百万拿不出来。就几百万？我揶揄道：“许老师，你说的话这么容易，你为什么不出呢？那是你弟弟，不然还有谁能在关键时刻帮你挡刀？”许明脸色突然变了，拿起手机又开始玩游戏。许明让我感到惊讶，他怎么知道公司的订单在增加？他还知道什么？加班回家，婆婆坐在沙发上吃苹果，2岁的女儿站在旁边看着。我回来后，婆婆马上把吃剩的苹果塞到女儿手里。你回来的正好，我已经和中介说好了，赶紧把房子卖了。你弟弟要结婚了，他需要钱买房子。我扔掉了女儿手里的苹果，看看房子，看了看玩游戏的许明，冷笑：好。我婆婆大概没想到我会答应的这么干脆，满脸抑制不住的高兴。但是我脸上接着又说：妈，这房子是我和许明的名字，我同意卖了，就怕你儿子不同意。他怎么敢？婆婆瞪了许明，如果他有孩子，就突然停下来，惊慌地看着我。我茫然地抬起头说：妈妈，怎么了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婆婆说了几句，赶紧跑了。我决定把房子低价卖给刘玲玲。当然，她没有站出来，但是她的哥哥和嫂子站出来了。但当我打电话到房管所让许明签字时，他冷冷地说：我不同意。许明阴狠的眼神盯着我，即使我尽力控制自己，但是也会感到有点紧张。他知道我的计划了。当我选择嫁给许明的时候，刘玲玲就劝我，说这个人可怕又忧郁，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该不是奉子成婚的婚姻吧？在我看来，刘玲玲说的男人眼中的忧郁是一个男人稳重的标志。但是现在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我发现，即使我在商界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在许明面前还是太不成熟了。幸好刘玲玲的大哥打来电话，我故意把扬声器打开。大哥在那边愤怒地喊道：于丽丽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你想卖房子，我们付了定金，现在房屋委员会一上午都在等你，你想放我们鸽子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反悔，我们就起诉你。这也是我提前告诉刘玲玲的。如果我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，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。告诉他，大哥给我打电话。我看着许明的眼睛，他那可恶的脸出现在我眼前，仇恨掩盖了我的恐慌。
许明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提高了声音，我父母付了这个房子的钱，为了给你弟买房子，我赔钱卖了。我想要什么？是你们自己不同意对方的说法。你不同意？你的妈妈来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之后，我拨通了婆婆的电话，你大儿子不同意卖房。随后，我把门砰地关上。婆婆和许留元来到我家门口，我坐在办公室里喝茶，看着视频里的闹剧，还挺真实的。我告诉你，许明，如果我不能结婚，你就不能好好生活。许留元和许明对峙着，婆婆急得拍着大腿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骂许明没良心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弟弟不能结婚，我就把你的事都给你说出去。我去你们学校告诉你们校长，你家有一个老婆，外面还有一个小老婆。他脸色铁青，抓到许留元就把他扔出去，瞪着妈妈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你要这样伤害我？我婆婆有点胆小，不敢说话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再谈卖房子的事，许明盯着他的眼睛，好像要吃了他的妈，我跟你断绝母子关系。你不能再从我这里拿1分钱了。香心和静心，闭嘴！许明咆哮道：“你现在最好安静的生活，别烦我，否则对我不好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开心。”只见许明坐在沙发上，盯着镜头，我的心震惊了。许明的聪明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我有一种危险即将来临的感觉，然后就平静了下来。许明并没有什么动作。假期我甚至不回妈妈家，而是和我女儿待在一起。他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这是属于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我猜不出他在想什么，下一步该怎么办。我唯一知道的是，他从来不想和我一起变老。俗话说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而我现在一点底都没有。公司又接了一笔大生意，但是甲方要求很严格，让我拿出一个只赚钱不亏损的方案。许明时不时抱着孩子走过来，蹲在我身边，轻声对孩子说：“亲爱的宝贝，看你的妈多忙，亲亲，我们回房间吧。”我对女儿只有无限的爱，况且工作太忙，真的需要有人帮我分担。即使是渣男，我也要好好利用他。我真的很忙，暂时没时间报复许明。就在我交计划的时候，甲方改变主意了，吹毛求疵。最后，我花了很多钱在这里买新闻。竞争对手之前向我提交了类似的方案，报价却比我们少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公司里有内奸，父亲非常生气，想找出内奸。要知道，失去这个订单，我们至少会损失100万利润。公司所有人都慌了，特别是我的助手小新，急忙找我：“丽姐，你要相信我。”我想相信你，可我要怎么相信你？这个计划只有你和我可以看到。丽姐，小新急得哭了。丽姐，你怎么才能相信我？我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我真的不能再相信了。丽姐，我真的没有。小新还在哭，我完全不懂你的计划。的确，这个方案的技术术语太多了，连我一个理科生都特别难做。突然心里咯噔一下，理科生？许明也是理科生？大学里的高材生现在也在教科学。想到这几天他的反常，我心里有了答案。不知道许明从这个订单里赚了多少钱，现在终于知道他是怎么养小老婆和私生子了。很好，非常好。
我一定让你吃了再吐出来。半个月后，许明带着淤青和一瘸一拐的腿回来了。我假装关心他，问他怎么了。没事，摔倒了。他走进浴室。其实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做了个假计划。我以为许明会找老王和老李，没想到他会找黎胖子。黎胖子是臭名昭著的流氓行当的，竞争是无耻的，也是无情的。这个计划不仅让黎胖子一分没赚到，还把之前的投资都打了水漂。黎胖子对许明自然讨厌起来了。而且我在这里成功拿下了100多万的订单，这让黎胖子更生气了。黎胖子直接在校门口堵许明，还对他拳打脚踢。黎胖子还逼着许明写下借条，让他承担50万的赔偿金。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？因为黎胖子拿着欠条来找我。你男人欠的钱，也就是你欠的钱。黎胖子满脸傲慢，你一天不给这钱，你男人一天都没有好日子过。随便啦。我打电话给保安，谁欠你钱，你找谁？你怎么对付他是你的问题。黎胖子脸黑了。至于许明有没有钱交，黎胖子会怎么处理他，我就不考虑了。黎胖子这个人不会吃亏，他肯定会让许明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我现在只想快点解决和许明的关系。小宁奉刘玲玲之命，1个月内不买房，就跟许留元分手。当然，小宁也给许留元留了准备的时间，哪怕只是首付，只要有房子，我嫁给你就放心了。这么合理的说法，让许留元无话可说。而且2个人相识之后，许留元花的钱就像流水一样。据我粗略估计，许留元欠网贷至少10万元。如果他不结婚，他将一无所获。他和婆婆又找了许明，提出要卖掉我们的房子，给他买房子结婚。无理取闹。许明最近被黎胖子逼到精神崩溃，无心理会许留元，直接把他踢出去。你不要后悔。许留元大吼一声，冲出家门。婆婆坐在地上还在哭嚎。许明竟然直接拉起他的妈，死命地推门出去。电话在响，现在是许明给我打电话了。第一句话是：老婆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弟结婚的时候急需用钱，我们先把房子卖了，然后我付首付，买个大点的。更大。你有钱吗？有钱就不会被黎胖子逼得走投无路。他现在一定已经筋疲力尽了。但是卖房子是我的计划，我当然不会反对。因为我赚钱的时候，钱都打在我妈账户上，所以许明查不出来。许明名下的2套房子，哪一套会转让？2套。即使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，我还是惊呆了很久。我们明明只有1套房子，怎么能再多1套呢？而且还是许明的名字，有错吗？是2套。店员很耐心，1套是万悦社区于丽丽的，另1套许明独立拥有，滨河花城。滨河花城虽然在郊区，但是房价甚至比我们住的地方还高。我突然醒悟了，他靠卖我们公司的机密赚钱。这所房子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，但现在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，我还需要他的签名。否则，即使房子离婚了，我的财产也还是会分他1半。重要的是转账签名。许明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已经失去了理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还不知道。我只想快点卖掉房子，拿走我的财产。
钱被转到了我妈妈的账户上。当然，买房的钱是我让刘玲玲暂时过渡的钱。我和渣男许明离婚后会全额退还购房款。现在房子交易只是为了保住我的一份财产，毕竟是父母的血汗钱，千万不能让这些疯子拿走半分钱。我必须捍卫我的尊严和财产。只要住房问题解决了，就不会有其他的烦恼。交易完成后，离开大厅前，许明拉着我：“亲爱的，我们现在去看房好吗？公司还有点事，你先走吧。你不是说是来交首付的吗？”我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。我出去上了公共汽车，扬长而去。许明的电话一直在打给我，我只会把他拉黑。我再也不会给他一分钱了。另外，我还要收集证据，把许明告上法庭。但前提是我要先跟他离婚，不然我女儿后半生都会被耽误。我打电话给公司律师，请他来谈谈，毕竟他在这个领域是专业的。在律师到达之前，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了。许留元红着眼睛冲我喊：“嫂子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答应卖房子给我买房子，你现在不接电话，也不把钱拿出来，你什么意思？”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许留元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不要胡来！许留元尖叫道：“我警告你，别再捉弄我了！”他举起椅子，砸在了我的桌子上。我的电脑闪出火花，砰的一声爆炸了。我当时真的很害怕。我虽然不怕死，但是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的父母和我的女儿会怎么样？真的，我还没和许明离婚。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，他会是最大的赢家。保安冲了进来，4个保安用力将许留元按在地上。保安看着我，脸上流着汗：“于总，很抱歉吓到你了，你还好吗？”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我暗自庆幸自己听了妈妈的话，没有回家，而是躲在公司里。如果在家，相信我会很惨。于总，怎么对付他？送到警察局。只见保安队长偷偷把许留元的脸按在地上。我心里笑着，但还是说：“不，让他走吧，毕竟他是我老公的弟弟。”保安放开许留元，却没有离开半步，还盯着他看。许留元不傻，马上恳求我：“嫂子，我终于有女朋友了，请你帮帮我吧。我保证我以后赚钱了会还给你。”以后？如果不离婚，我怕我以后还会成为摇钱树。许留元，如果这房子是你哥出钱买的，你可以拿走，我没有异议。但这房子是我家出钱买的，你觉得我为什么要给你钱？因为你是许明的弟弟。嫂子，他还在恳求。好吧，你是许明的弟弟，也叫我一声嫂子。冷笑起来，我可以帮你。等你哥哥真的没有能力的时候，我愿意付这笔钱。现在，你哥哥在花城河边买了一套房子，花了几百万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宁愿卖掉我们共同的房子，也不愿碰半块他自己房子的砖。他有没有想过，还有你这个弟弟？许留元的脸涨得通红。你说，你哥哥不愿意付这笔钱，我作为一个局外人，你强迫我拿这笔钱，合适吗？许留元已经走了，我看得出他充满了愤怒。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和方律师谈财产分割的问题。在方律师的指导下，我起草了离婚协议，保留了所有证据。我有预感，这个时候他家里有一出好戏。这一天的事情太多了，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该下班了。
今天许留园事件后，我不能回家了，我要回我妈妈家住几天。就在公司楼下，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发疯似的冲了进来，她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，他出事了，静心他出事了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出是年轻的小三，我立即示意保安过来把她赶走。这个肮脏的女人，别弄脏我！但她紧紧抱住我，拼命磕头，声音嘶哑。我也恨她，但毕竟我没有许明那么残忍。你走吧，我救不了你，只有你孩子的父亲才能救他。没用，没用，只有你，许留园只听你的。最后，在他的要求下，2个保安陪着我，开车送他去了滨河花城。保安在门口，我跟着那个女人进了房子。这房子比我家大很多，装修极其豪华。闷哼一声，客厅里许明正跪在地上，而许留园坐在沙发上，抱着许进兴。一开始我不明白，女人也跪在地上。二哥，我求求你，孩子是无辜的，请你放过他。你大嫂我已经请来了。这时我才看到许留园正拿着水果刀在小男孩许进兴的腰间，这孩子哭得都失声了。许明不停拍弟弟马屁，求着他放孩子走。这房子是给你的，真的是给你的，放开进兴，他是你侄子。既然你替我想好了，你为什么不搬走？许留园问许明。我们马上搬出去，这房子真的是给你的。晚了，许留园说，我不要房子，我要50万，马上给我。许明看着我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还想让我买单吗？我有点怀疑许明的脑神经不正常。但是呢，等等，为什么我觉得不对劲？他们是故意为我表演的吗？毕竟他们是兄弟。况且许留园离开我公司已经4、5个小时了，这出戏不可能是刚开始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我不想再待下去了。我转身要走，但我感到身后一阵冷风，一声条件反射的叫声传了出来：王队长。我进来时故意没锁门，王队长一脚把门踢开，另一个保安踹了许明一脚，保护了我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无话可说了。法庭上见吧。可恶，都是因为你。许明擦了擦嘴角的血，骂了许留园，你太失败了，快放我儿子走。许留园盯着许明，突然举起刀。在尖叫声中，许明捂着腹部倒在血泊中，而许进兴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倒在沙发下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很快，许留园因故意伤害被逮捕。他用那把刀捅了许明，胃酸腐蚀了内脏，会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手术等着他。上帝是公平的，他的罪虽不至于去死，但活着远比死更痛苦。但是在婚姻不稳定的家庭里，年幼的孩子又怎么能逃脱父母的伤害呢？现实生活的摧残让我的心隐隐作痛。这场悲剧的幸存者是谁？我婚姻的失败，他们父子的悲惨命运，还有婆家，不都是生活给的痛苦吗？既然已经相遇，就要勇敢面对。你犯下的错误也应该由你自己承担，即使是痛苦和绝望的。但毕竟，无论是谁犯了罪，都应该赎罪。滨河花城的房子卖了，即使房子没有我的名字，但是这钱是夫妻关系期间获得的，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出于人道主义，我也没有要这笔钱，全部用于父子2人的医药费。
这是我最大的善意。其他的事情需要自己解决。我不是圣女，我不能照顾这个世界，所以以后他们所有的苦日子，我自然不会再付出1分钱。我已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。作为无过错方，法院依法判决离婚，我也得到了女儿的抚养权。黎胖子每天跑到许明妈妈家要债，还在村里发传单，说许明是道德败坏的大骗子。2个儿子，一个被捕，一个重伤，即将被抓。唯一的孙子也成了残疾人。母亲受不住这样的打击，彻底崩溃了。每天跑出去抱别人的孩子，被村民打了无数次后，她丈夫终于把她锁在家里，就像在监狱一样。许明的小老婆失去了儿子，也默默地消失了。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哪里会有什么好下场？无非是寻找下一个许明，被生活再次教会如何做人，不要做狗，生育工具或男人的玩物，善恶中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这些渣男、恶心的人，报应迟早会来，只是时间而已。我卖了房子，这次我真的卖了。打扫房子的时候，翻出一份保险单，许明意外险，保额高达100万，受益人是我，于丽丽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果断地点燃了打火机。燃烧的火焰在我眼前舞动，仿佛在警告着我，在这个世界里，做人不能太贪心，真的会害了别人，也会害了自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